让我们有请青阳品牌中国区市场总监 Sabrina 小姐和琅琊公关中国区总裁欧总上台，有请。各位都知道，青阳品牌是其母公司进入中国市场10年以来的首个新品，所以可谓是千呼万唤始出来，但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，就像是青阳品牌代表着美丽和智慧的 Sabrina 小姐一样。那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，再次有请 Sabrina 小姐和欧总上台。又是你，保持现在的微笑，你前面全部都是媒体。小妹妹，你又在错误的时间、错误的地点做了错误的事情。人不犯错就不可爱了。跟我走。我们青阳千呼万唤始出来，是因为我们潜心于对中国消费者的了解。我们期望能够成为中国消费者心目中最值得信赖的产品。今天呢，是青阳和琅琊公关正式签约成为战略伙伴的日子，这也标志着青阳品牌已经加快了来到中国市场的脚步。马上离开，除非你有请柬。谢任总监，对不起啊。你来这里干嘛？赶紧走！我也不知道其他人跑哪去了，怎么就我一个？我们都说好，要把给来宾准备的这些礼品和资料放到前导台的。那我再去找找他们哈，不好意思啊。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得到这个请柬的，但是既然你来了，手上又有请柬，那祝你玩得愉快。错了吧？这不是你这人玩的游戏。回去洗把脸，先睡个觉起来，把这一切都忘了，然后到别的地方2个指标校去吧。天赋，我吕笑笑天生丽质，才貌双全。世界功夫导演，你就等着看我的连环好戏开场吧。我们一同见证青阳和琅琊这段美好的姻缘。那个自以为是的创意天才，怎么还在这里？不太清楚，可能有邀请函吧。下面，我们有请2位老总和我们共同见证青阳和琅琊的这段美好姻缘，有请。
又一个牺牲品。总是要有人来承担责任的嘛。拿回去做纪念吗？当然，在琅琊的日子还是很值得纪念。朱丽叶也有责任的。朱丽叶怎么会为下属承担责任呢？而且，她是一个不会让任何人找出毛病的女人。她的错误，当她的下属给她顶。不知道哪天，我的那块写着瑞的牌子也要翘下来。朱丽，请你给我解释一下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清楚地告诉你，这张照片现在正以病毒一样的速度在网络传播。2分钟以前，全球总裁给我打过电话，他说公司自1946年创立以来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。他让我在2个小时之内，把这个事情的调查结果写成一个报告，当面跟他谈。我已经订好机票了。2个小时后飞北京述职，我建议你现在就可以打你的辞职信了。Frank， 你放心，我从坐上执行创意总监第一天就已经打好了辞职信，就放在我的抽屉里面，到现在已经整整3年了。要拿你随时都可以去拿。那我想在你去北京之前，想解决一下我们在这个紧要关头要处理的事情。我们现在同时面临了2个危机，第一是我们要替品牌负责，尽快替他们挽回形象；第二是我们自己琅琊的危机，我们在自己公司举办的活动上出现那么大的差错，使琅琊的形象也受了打击。换句话说，这次我们要替自己公关了。你说的我也知道，关键是解决办法。我已经通知了所有的总监，他们也在赶来的路上。哎，你看，旁边的灯全部都亮着了吗？加班啊？错，听听我卓大爷的观点吧。一个清洁工的观点。一个清洁工的观点。而深夜呢，如果你看到16层创业部所有的灯都亮着，就说明有大生意了，肯定很多人要笑，要发大红包了。如果你看到17层客户部的灯全部都亮着呢，就说明公司遇到一点小麻烦，肯定会听到很多人抱怨要扣钱了。但如果18层 Frank 的工作区的灯全部都亮着呢，那就说明出大事了，肯定很多人要拍屁股滚蛋了。当时的我还没有意识到，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将彻底改变我的人生。你也要完蛋了？担心我之前，先担心你自己吧，认输呗。公司还没完蛋呢。
来找我。你要出了呢？来9城工作间找我。朱烈，这个交给你了。Sharon， 你要负全责。我知道，我找 Juliet。Juliet，对不起，喂。我也不想他走，他是很优秀的创意总监。是，现在只有上帝才能留住他。等等，我有东西要给你们看。我们要靠这个女孩救命了。对于今天发生的事情，我们一定要是说成我们刻意安排的，因为我在网上看过了。现在品牌的关注度大幅度上升，有很多知名论坛专门为它开设了讨论帖。对于一个新的品牌来说，绝对是公关界的奇迹。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舆论导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，就万事大吉了。为什么要靠这个女孩才能够引导舆论呢？那你们想要看看我们被记者拍下的狼狈表情？不了，谢谢。这就是我们要靠她救命的原因了。在所有人都惊慌失措的时候，只有她一个人对着镜头微笑。你不会是想要她？没错，取你而代之。Sharon，高层的调动还轮不到你啊。朱烈，听他把话说完。其实让这个女孩做执行创意总监，只是暂时之计。说穿了，她就是我们用来堵住媒体的枪口，让他们打出的是礼花，而不是子弹。我们要让所有人都相信，今天晚上发生的所有一切，都是我们最新的公关策略，而不是意外。那个女孩之所以笑得那么开心，是因为这一切都是她策划的。所以我们第一步需要找到那个女孩。我相信我们会开出她满意的条件。第二步，联系所有媒体，一早召开发布会，与此同时通知电视台直播发布会，并安排完善性的专访。参加的人有青阳的姚总、Frank， 还有新一任的执行创意总监。另外就是要找到那个电工，告诉他保持沉默。这个我已经让助理去做了，所以应该没有问题。那怎样才能找到那个女孩呢？在我的印象里，她今天有来参加过应聘，所以人事部应该有她的资料。这应聘是我主持的，但是很遗憾，她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资料，她也不是我们预先登记的应聘人员。我不会为了保住我的位置而故意撒这个谎。如果能够帮助公司解除困境，我没有任何意见。我知道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被他吃掉了。My God！ 吃掉了。哎。只要你答应我的要求，这个办公室全部都是你的。
现在起你就是琅琊公关的执行创意总监。除了这个，还有其他的很多福利。你现在是 VIP。说具体点，我爱听。比如呢？车、酒店、公寓，上百万的年薪，你基本不用有个人消费，公司都会替你负担。还有其他福利，远远不止这些。等一下我会把合同拿给你，上面写得很清楚。真的，连我都羡慕。如果让我同学们都知道了，他们一定会吐血身亡的。不过，我有一个要求。当然，都是可以谈的。转过去。我想看看你们的背影。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。我是认真的，就看看背影而已。不是他，也不是他，唉，都不是那个背影。不是。好了，转过来吧。你们相信有上帝吗？相信，相信他把你送过来了。但是，我不同意你们的要求。你知道执行创意总监是什么职位吗？创意部是琅琊公关的灵魂，也是最核心的部门。执行创意总监就是这灵魂的灵魂。你掌管着所有像我这样的创意总监，和你平行的还有6个部门总监，而你是最重要的。做我们创意公关这一行，干一辈子，也未必能到达这个位置。你们等等啊。你要开始适应大公司的生活。你的英文名叫 Cherry。Cherry， 我知道，就是樱桃的意思，但我不是樱桃，我也不想做谁的樱桃。我来你们这儿是因为你们需要我。我没有英文名字，我叫李夏夏。好，进来吧。开始吧。明天上午8点之前必须把鞋送过来。这是你的助理 Lily， 以后在工作上或生活上有任何需求，都可以向她提。谢谢，我不需要。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工作。你现在要操心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把这些资料在今天晚上之前全部背下来。我不明白，这跟明天的活动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和你一样，现在都很累，很困，所以请不要问任何问题了，因为时间不够。老师，可以开始。
不要随便上一个清洁工的床。我就在你这儿歇会儿，这样我就跟你分手。哎，你这个人真有点二哎！你现在创意总监，就比我小这么一点点，你老是来工作间，真的是有失身份。所以说呢，我觉得你应该要周笑，哎，周笑，醒醒啊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了。醒了！潇潇，起来了？起来没？要不要醒？几点了？6点了。昨天晚上你没对我做什么吧？昨天晚上。我教你一个秘籍，那些记者都是老江湖了，所以你要记住，无论他们问出多刁钻的问题，你都只有4个字：公关策略。无论你心里想的是什么，都要保持微笑，就像这张照片一样。我是琅琊公关执行创意总监李笑笑。昨天我以一个别开生面的方法，让青阳的名字以最快的速度为众人所知。今天的一段探戈舞也是向各界朋友展现青阳与琅琊的紧密合作关系。探戈这种双人舞是需要舞者之间绝对彼此信任的。虽然我是第一次和我的舞伴见面，但是我相信我的选择。这就是我的态度，也是青阳对合作伙伴的态度。正因为有这样的态度，青阳的面试才会有如此好的效果。刚才跳舞的时候，我闪过一个念头：2个人的距离这么近，如果对方有头皮屑，肯定是会被看到的。所以，青阳去屑洗发水一定能秀出你的完美。我建议，等产品正式投放到市场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使用青阳。李总监，请问您
把涂鸦这种方式放到各公司的产品品牌上，合适吗？这属于我们的公关策略，突破创新，为客户寻找最时尚的表现元素，是我们应该也是必须做的，因为我们的客户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可是据传闻，之前你们并没有安排这一环节。制造意外是我们最重要的公关策略。为什么在拍到的照片中，连南亚公司自己的人都大惊失色？严守秘密是公关策略的中心。李总监，你为什么句句话都是公关策略？因为你们问的每一个问题，恰好都属于我们的宣传策略呀。满口的公关策略，学得挺快嘛。这还不是你教的？我真觉得你这个跳探戈舞的创意特别好，特别前卫，台下的反应很强烈呢。其实都是拜你所赐。我的灵感来源于你和卓源在大堂跳舞。我和卓源跳舞？对，就是你第一次来琅琊那天，我在监控室里看见的。竟然都被你看到了。我觉得那天发生了特别多奇妙的事儿，像做梦一样。你说呢？雷川的09年轻化公关目标应该是巩固原有消费者，加深他们对品牌的认知度，而不是再加大14%的销售额度。所以我们设计的文案主题也是指向这个目标，介绍一位陌生的朋友。那如果你是品牌的老总的话，你会满足于巩固原有消费者吗？我就不会。我会。雷川现在面临的是对立品牌不断的扩张，如果我们现在加大销售额度是非常危险的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和他们公司进行销售额度的沟通。你试想一下，如果我们现在手中有1碗饭，你应该是先保住自己的饭呢，还是先抢别人的？如果你再这样想问题的话，那你的饭碗会被别人抢走。琅琊公关的传统就是扩张，这是一个军人创立的公司，它的宗旨就是永远进攻。什么时候新方案？明天下午。明天上午。好。宝贝儿，我们搬新家了，来看看，宽敞明亮吧。Cherry， 叫我叫吕笑笑。这是您的身份识别卡，这上面您的名字就是 Cherry。我不需要什么卡来识别我的身份。凭这张卡可以进出大门，可以进入公司的核心资料库。只有您和总经理的身份识别卡才有这个权限。当然，您还可以凭这张卡免费享用8层的 VIP 餐厅、5层的 SPA 中心和6层的健身中心，走高管专用通道，乘坐高管专用电梯。但是，这一切都是 Cherry 的。要是丢了怎么办啊？Julian， 朱总，曾经是，但现在执行创意总监是你。丽丽，你先出去一下，我有话跟 Cherry 讲。好，我在外面等你，随时叫我。啊，看我，丽丽回来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只能听 Cherry 一个人的吩咐。你现在是 Cherry 的丽丽。是。对不起 ，Cherry。出去吧。按理这个职位是男人的，但是琅琊公关的传统是创意部只能是女性，所以我们都成了幸运儿。但是那些男人的习惯却被我们这些女人保留了。比如办公室里面有酒柜，还有古巴雪茄，即使你不抽，丽丽每个月还是会帮你换个新的。这些都是谁定的呀？公司的始创人
朗雅公关是在1946年纽约成立的，2年之后上市。公司的始创人是2位从欧洲战场上回来的军官，老前辈留下的传统可多了，慢慢你就会知道，不管合理不合理，传统就是传统，所以喝酒是必须的。如果对方干了，你也必须干，传统。你布置成这样啊？怎么了？哦，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把办公室布置成任何风格的。以前的风格我很不喜欢。那你喜欢那种风格吗？以我的性格，一定会先把这张画拿掉。这是美国总部赠送的。那你要喜欢，我就送给你。你要这样开的，这是我的密码，以后的你可以自己设。这些是我今天想移交给你的文件，朗雅公关创意部最核心的资料都在这里。有些客户已经和我们合作了几10年，为了维护这种长期战略合作关系，我们也和竞争对手战斗了几10年。这是美国的滴滴品牌，这是法国的 MC 品牌，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公关策略，有自己的风格，不会随便改变，这也是他们的传统。虽然每个客户都有专门负责品牌总监为他们服务，但是作为执行创意总监，你必须对自己每一个案子都一清二楚。老实说啊，管理这些创意总监比做公关创意更难，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想爬到你的头上，你只要说错一句话，他们就会把你给吃了。这些美女可不好对付啊！下午还有个见面会，小心。我要移交的可都移交完了，所有的苦难可都落到你头上了。那你去哪儿啊？明天去夏威夷度假。这是我种的，拿走总可以了吧？再见了，拜拜，小心下午的见面会哦。还有 Sherry 的名字是我挑的，不错吧？Cherry， 给您定做的衣服好了，您要不要试一下？不用了。还有，我不叫Cherry，我叫吕笑笑，你可以叫我笑笑、吕笑笑，就是不可以叫我Cherry。那我叫他们给您送到公寓去。公寓？你又不认识我家？是公司给您租的公寓 ，Cherry。这张卡给我拿回去，这不是我的，这是那个叫Cherry的。见面会马上开始了，我在外面等您。Cherry， 我们可以去开会了。好吧。
the West Coast. Freight trains are coming. It's running all night long. Oh, yeah. Running all night long. 这就是我们创意部的会议室。肚子痛找医生啊！我就想在你这儿待会儿。你？谁啊？我吗？干嘛呢？找我？这儿除了你，我没人可以说话。开什么玩笑？因为每一个下属都可以陪你说上一整天的话，你不叫他们走，谁敢走啊？你是总监，总是在监督着。我害怕，我根本就干不了，我连个名字都搞不定。他们给我起名叫 Cherry， 我不喜欢，可没用，没人管我，没人理我。你干嘛老爱抓着我手指头呢？啊，我又不是钱。啊？谁抓你手指了？我怎么老抓你手指了？我什么时候老抓你手指了？我抓你手指头怎么了？你昨天抓我手指抓了一整个晚上，搞得我今天手还在抽筋呢。什么？是，昨天你就冲进来，在我床上一倒头就睡了。我好心喊你，结果你就抓住两个手指头都不肯放。不说。啊，算了。害怕什么呢？嗯，不就个英文名字吗？连我卓大爷也有啊。独一无二，我用了卓园里面的园，大家呢要么就叫我园，要么就叫我卓大爷。谁起的？自己起的吧？正是，元，人民币的英文名字，我最喜欢的东西，叫我就跟叫钱一样。呵呵呵，啊？你来这找我就代表你认输了是吧？我赢了，我已经留在琅琊公关了。就算来也待不下去，你回去自己两个嘴巴笑吧。我就想在这儿待会儿。认赌服输。从来没有让我们等过这么久，再过5分钟，人不来我就走。我昨天晚上头晕，听了一个清洁工的话。我又没逼你。是啊是啊，你上班时间跳舞，偷吃大糖水果，还不懂礼貌，自以为是。那是谁昨天晚上说，就听你的，就相信你的，人不犯错就不可爱，啊？走走，开回去，走，开回去。
哎，你如果不去镇住他们，就会是琅琊公关有史以来寿命最短的创意总监，就永远不会知道谁是上帝之手。这只手要你做什么？为什么？走，开回去。哦，你就回家把你的头塞在嘎吱窝下面，像鸡打盹一样。咕咕咕咕咕，我要回家，咕咕咕咕。好了，我去拿下他们。我也是美女。这就对了，你是硕士高材生，公共关系毕业，还拿了一堆奖。虽然你胸部小了一点，但你自我感觉良好，拿下他们。我天生丽质，才貌双全。Go。来了，各位好，大家好。我从远处走来，看见一群美女坐在这里面，就迫不及待的想加入进来。说真的，我还不认识大家，所以我希望各位先能做一个自我介绍。那从我开始，我叫吕笑笑，双口吕，微笑的笑，两个嘴巴笑。我希望我笑，你也笑。好，从这边开始。那就从愿意开始来的先开始吧。我觉得我很像我的小学班主任，他第一天来也是第一次上班，没有一个孩子愿意跟他说话。我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，我比各位年小一点儿，在座的每一位都比我资历深。Cherry， 欢迎你。你不要误会，刚才是我们这里的传统。我是 Vivian。Vivian， 谢谢。哎，欢迎你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我是流程部总监瑞，欢迎你。瑞，谢谢你。Cheryl， 欢迎你 ，Cherry。礼物，在我们这里，礼物是互相赠送的。啊？你怎么早不告诉我？我以为我们会比其他人亲近一点点。对不起大家，我没有为你们准备礼物，因为我是新丁嘛。Cherry， 这是你订的礼物。啊？哎，请大家过来拿一下礼物吧。哎，有礼物哎，我们去看。是我订的货。是的。谢谢。谢谢。好的，谢谢。真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
又是这个图案。送货的人呢？送货的人把礼物送到大厅，保安不让他上来，我就报警驶过来了。请问一下，送这个快递的人呢？送快递的人刚走来。那边吗？对，这个呢？喂，干嘛？认吹沙啊？我没有准备礼物，但不知道是谁送来了。上帝之手。左大爷不懂得抓鬼，但我左大爷知道，你要是不快点睁大眼睛打起精神的话，还没有抓到上帝之手，你就要拍拍屁股滚蛋了。那我可以告诉你，那个 Lily 肯定有问题，准备见面会的礼物是她早就该告诉你。也许他忘了。我抽死他，他忘了，这是连个清洁工都知道的事情。那 Lily 原本就是朱丽叶的助理，你小心她吃里扒外，跟朱丽叶一起搞你。朱丽叶不是去夏威夷度假了吗？相信冤，就跟相信人民币一样。嗯 ，Cherry， 拜拜。Cherry， 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你为什么不提醒我要准备礼物的事儿？您是执行创意总监，提醒您送礼物应该是您助理 Lily 的工作，她没告诉您吗？别老您的，我们是您的下属，对您有礼貌是应该的，这是琅琊创办60年以来不变的规则。哎，别人都是跟我这儿装熟，你倒好，跟我这儿装不熟。那天晚上的事儿你忘了？我本来是一打酱油的，硬生生被你们抓来做满汉全席。好歹我们也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吧。在创意部，我就认识你一个人，是你教会我怎样度过公关危机第一课的。你是我心中最理想的职业女性，年轻但老练，职业但有品味，成功但又懂生活。我觉得我们的关系跟上下级还有一些不同吧。Cherry，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，什么危机公关？你明明就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创意，让品牌的知名度和关注度都大幅度上升。至于您说的那天晚上，是指活动的那天晚上吗？活动成功结束之后，我就回家了。那我怎么进琅琊公关的？您是被招聘进来的。Cherry， 顺便问一句，见面会上你拿着一个标签就跑出去了，所有的总监都非常好奇，您去哪儿了？
Cherry， 我们去看一下您的公寓吧。这就是这间公寓。Cherry， 你看一下，如果有什么需要，我记一下。公司会请人重新为你改装。这么大的房间，晚上我一个人住，够瘆人的。什么？是说怕晚上一个人住会闹鬼。我去给你倒杯咖啡。他回头就会告诉你，身为狼牙的创意总监，私生活一定要检点，不要在这大房子里乱搞。因为呢，媒体都是盯着你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有什么特殊需求的话，没关系，公司呢会有人帮你遮羞遮丑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如果你私生活不检点或者有什么特殊癖好的话，大点声！我说，如果你私生活不检点或者有什么特殊癖好的话，没关系，公司会帮你摆平媒体。对不起啊，我的头发。这还你。您的咖啡。Cherry， 这是公司给您的信誉卡，服饰、餐饮都可以刷这张卡，只要记得开好发票。走吧，我带你上楼上参观一下。找你啊 ，Cherry。不用了，我骑我电驴子就可以了。我还等着看你跳舞。我现在有车有房，感觉想做梦。只是不知道你这个梦能够做几天。噩梦呢，就要短一点；好梦就要长一点。春梦症。啊，反正呢。梦是一定会醒的。这个卡能用吗？小来。8小时以外不是公司了，有小柔，给笑笑，这就对了嘛，有小柔，给笑笑，你挺看不起我的吧？怎么会？我们80后不是就想过那种能够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日子吗？能够不为五斗米折腰？今天晚上我买单，公司报销。漂亮，就是要靠公司的有。告诉你啊，我们俩虽然现在可以这样，但是不代表我们在公司有特殊关系，尤其是在其他总监面前，因为你毕竟是名义上的执行创意总监。名义上的，谁都知道，朱丽叶早晚是要回来的。这是我们大客户雷川今年的新款，公关目标很高，所以需要您过目一下。按照原定计划，我们需要给他们拍摄一组广告大片，我们会安排一个 B 类公关公司进行承办。这是广告大片的方案，您看一下。你怎么用这个腔调了？在公司是有规定的，我说过，私底下我们可以一起吃饭，一起做朋友，但是在公司里，你就是我的上司。啊。我们的创意是表达这样一个故事：宇航员找到月球，从玉兔那里拿回嫦娥用的洗发水原液，也就是这一次客户要主推的汉方品牌。朱丽叶是看过这个方案的，她表示同意，但是还没等签字就走人了。
好意思，这个电话。喂，你好。什么？出大事了！诺信公关要跟我们打官司。你大声的读出来吧。致琅琊公关中国第一分公司涉嫌抄袭我公司05年的作品《冲天计划》，故本律师特发此函，提醒贵公司已经构成侵权行为。为免诉累，请贵公司务必在收到本函之日起7日内与我公司联系。诺信公关。你从来不知道诺信公关做过这个创意吗？可我在接手这个案子的时候，朱丽叶就已经同意策划案的创意了。但你签的字，朱丽已经离开了，现在你是执行创意总监，你要负全部的责任。小柔，你不知道诺信拍过那个大片吗？知道啊，内容、气质、画面感觉完全不一样。我们的主题是登月，他们的主题是超人，两个案子放在一起看不出来任何关联。唯一的关联就是我们用的是飞天，他们用的是中天。弗兰克咨询过律师了，说如果打官司，我们还是有输的风险。你是希望我承担责任是吗 ？OK 的，没问题。你是上司，我是下属。难怪你总念叨着，人要是不犯错就不可爱了。原来是这个意思。人要是犯了错，都可以帮你顶罪了吗？买单。我跟弗兰克说的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全都是我的责任，信不信由你。我只是想确认一下，真的没有抄袭。你信吗？我信。你信我吗？李校长，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肯为下属承担责任的 boss。大家知道那是没有用的，整件事情起不到任何作用。案子是 Julia 定下来的，出了问题也要依靠 Julia， 你只是虚占其位罢了。我们完成案子不需要你的帮助。现在案子出了问题，我也依靠不了你，所以及时行乐吧。趁Julia还没回来，把你手上的卡多吃几顿饭，多买几件衣服。现在你是我的朋友了。等等，既然Julia同意了案子，就一定有预案。我想应该在你的资料库里。你看，这是编号4，这是编号6，编号5的文件拿去了。这是我种的，拿走总可以了吧？再见了。编号5的文件就是预案，一定被朱丽叶拿走了。可他现在在夏威夷。没错，但就算他在这儿，他也不会给你的。你不觉得是故意的吗？除了撤销所有相关主题的广告、活动、大片之外，我们没有别的选择。你清楚，我也清楚，我们的大片创意和你们05年的大片创意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个你要问律师去。一定还有可以谈的。我听说过你，异军突起的公关界传奇，非常之人形，非常之实。我谈个条件，也许你会考虑。你说什么条件？你们把与《月上》杂志明年的合作权让给我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你们已经和5家最顶级的平面媒体有战略合作关系，难道还在乎这一家？
给你们个内部消息，月上杂志财政困难，你们所给他们的业务量不大，根本喂不饱。就算你们不同意，明年他们也会主动和你们解除合作关系。我们已经和他们接触过，他们愿意。我们和他们有协议，不经过我们的同意，他们没有权利单方面解除这个关系。说句实话吧，其实那个诉讼呢，就是扯淡。如果你们同意把月上杂志明年的合作权让给我们，我立刻撤销诉讼。不行，这里我说的算。对不起，洗手间。你听着，这种高级会议轮不到你说话。可为什么不答应他们呢？你根本不懂。月上只不过是一家 B 类的平面媒体，如果没有它，也不会有什么影响。但如果诺信起诉我们，我们就要撤掉所有的活动、广告大片，还要赔偿一大笔的侵权费用。我懂专业知识。你根本都还没有入门呢。我是琅琊公关的执行创意总监。好吧。你知道琅琊公关在中国立足的根基是什么吗？我们是跟所有的 A grade companies 是战略的关系，我们是绑在一起的，没有新的公司能插进来。月上杂志不算什么，但是你今天让他出去，他就把我们的链条打断了一环。今天你让月上杂志出去，明天你10家、20家都跟我们分手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哎，电梯坏了，施工一会儿就到。小姐，我先上去。干什么去了？灰头土脸的。你不是一害怕就握我手指了吗？嗯？谁害怕了？我看到 Julia 回来了，她去了16层。谁让你告诉我这些的？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整天游手好闲，东游西逛，不守规矩，顶撞主管。琅琊公关怎么会容得下你这样的清洁工？放手。琅琊为什么能容得下我？那这个问题呢，你得问我的主管啊，或者是我的主管的主管。那至于为什么我要告诉你 Julie 的事情呢？因为现在整栋大楼都在讨论一个叫吕潇潇的傻瓜，他刚替琅琊背了个黑锅，马上又一屁股被踢走了。你认识这个吕潇潇吧，阿谦？你。你们谁看到朱丽叶了？Cherry， 有人看到朱丽叶回来了，她在哪儿？怎么了？我问你话呢。您叫我，我戴耳机没听见。朱丽叶在哪儿？别怪丽丽，是我回来拿几样我忘记拿的东西而已。朱丽叶，我发现雷川的卷宗里有一份编号5的档案丢了。是吗？密码换了吗？我提醒过你要换密码的，我之前都常常换的。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，里面都是核心资料，
很多人想得到它。我已经联系好了，您到北京机场下飞机车就来接您。好的，谢谢。Oh no！ 哎，您好，总裁。辛总，欧总，我们琅琊和你们洛信这2个公司，除了平面刊物的出让权，什么都好谈。我们已经做好了承担一些经济损失的准备。到那时候，你可以看到，我们除了损失一点钱以外，其他的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不只是损失一些钱，我总可以得到些什么？可不可以把电脑上的画面接到视频上，让我们的欧总也看看？网上已经有人炒这个事了，我将立即提起诉讼。我们做公关的都知道，不管这起诉讼的结果怎样，公众的心里只记得一个概念：琅琊公关抄袭侵权。我们也约了电视媒体，打算对这件事做一个深度的报道，包括这次会议。现在新闻转播车就在琅琊的楼下。穆总好。哎，你好。信总，我们打算诉讼诺行公司的侵权抄袭案。诺行公司05年制作的冲天计划，其中的火箭升空创意，抄袭自琅琊公关美国公司1969年制作的阿波罗11号发射创意，还有其中的超人创意，抄袭自琅琊公关美国公司1962年制作的超人爱吃薯片创意。要不我们叫楼下的媒体一起上来做一个深入报道。好，大家可以回去了。Cherry， 你留下来。Cherry， 公司会给你一笔违约金，你的合同有效期，今天晚上12点起解除。你很聪明，你也很聪明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但很侮辱人。公司政治。别急，我相信你一定还有很多东西要拿走的。我被他们打败了，你说怎么办吧？我知道你不会回答我，让我想想。没有什么好办法，只能认输了。但认输不代表服输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很冰冷吧？公司政治。喝奶，谢谢。办公室里也有温暖的。你以前从来没来过这里。是啊。我可不想让人叫我马屁精，只要你还是我的 boss， 我就绝对不会给你端茶。另外，我想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你从来没有经验，但是你身上有一种让我喜欢的气质。喝一口吧。看我跳舞，我输了，终于还输了，要卷铺盖走人了。不过还挺高兴的，多认识了几位朋友。啊，你们都约好了一起请我喝茶啊？
像我这样的一个清洁工能请你喝什么？像你这样的一个过气的总监，又想喝什么？ Cherry， 你来一下。Cherry， 这次上帝真的是在帮你。从你拍了那个电视节目之后，你有很多的 fans。你看，从这儿一直到这儿，他们在说蓝鸟公关利用你补救公关危机的牺牲品。 欺骗了大众的舆论，找了一个借口，把你辞退了，过河拆桥。但是媒体他们热炒这个事情，你看，你被吕小小了吗？你被 Cherry 了吗？哇，中国人发明一个新的名词，真的是全世界一流的。吕小小已经变成了一个动词，不过我不太相信。 这是你做的。如果你真的操作，没有，我只想做一个好的公关创意设计员。我来这里是因为……那我太失望了。如果你真的是操纵的话，那我觉得你是个天才，但是你不是。我上大学的时候读过艾薇里的书，他说过，公关关系绝对不能撒谎和操纵舆论。这是错的。People can be controlled, people can be influenced. 这是公关关系最高的一个理想，也是我们琅琊的理想。You focus on your goals, you focus on your strategies, your tactics. 你这样，你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。这些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都不是我做的。等等，你把这个拿回去。又一个危机公关来了，你不觉得吗？ 跟我没有关系啊。那为什么？认输，但不等于服输。哎，朱小姐，请问您对撤席时间怎么看？哎，朱小姐，请您说两句吧，说两句吧，谈谈你的观点。朱小姐，请您说一下，谈一下吧。你说两句吧。世界公关公司的传统巨人琅琊公关出现重大丑闻，有内部消息人士指出，别点太贵的 ，AA 制 ，AA 我也付不起。怎么 ，Frank 的条件你不答应啊？你可想好了，可别犯。人不犯错就不可爱了。我不跟他们玩那种游戏。你帮我写个推荐信吧。 琅琊公关创意总监写的推荐信很有分量的。我帮你写推荐信？你听说过一个创意总监帮执行创意总监写推荐信的吗？来，这个。好的。那这个。是。哎，谢谢。我请。我就是颗生菜，根本没法跟朱丽叶他们比。你知道吗？ 你完全不用什么推荐信，哪家公司只要招了你，对自己都是一个最大的宣传，信不信？有多少公关公司都抢着要你呢？我只想做一个好的创意设计员，凭本事吃饭。其实我挺羡慕你的。你不知道我们这些创意总监处境有多尴尬。我们是不能跳槽的。为什么？ 知道的太多。如果公司要辞掉你，或者你要跳槽，
都要签一份相当严苛的同行协议，代表你以后都不能再做这行了。有很多的大品牌的核心机密都是和琅琊公关共享的，琅琊甚至可以影响到他们新产品的开发方向和战略目标。所以如果我们走了，就算是琅琊同意，这些大品牌也是不会同意的。进了琅琊，这一辈子就绑在这儿了，这就是可怕的地方。他们要整你太容易了，不让你走，给你做个小设计员。我离开是不是对你很有影响呀？谁都知道你对我好。和你做朋友一开始就是个错误，站错队了。盛总，就诺心促使琅琊执行创意总监辞职的事情，我们想请您讲两句。这个事情嘛，非常复杂，我不知道。那您的意思是，琅琊公关完全是无故辞退吕笑笑吗？我没这样说，我只是说，跟我们没有关系。那个背影，上帝之手。你要吓死我呀！走路怎么一点声音都没呀？胆小鬼！你怎么来了？作为公司委派的清洁工，来照看一下前任创意总监，都收拾好了。你看，这就是我说的那种信封。这些是我这几年来所有收到的。这些都从琅琊大楼里发出来的。废话，我都跟你说过了，这是 Frank 的专用徽标。不是。你看啊，没有邮票。从琅琊大楼发出来的所有邮件都是没有邮票的，可是却有这个邮戳，为什么？因为根本不需要邮票，因为邮局每个月都会跟琅琊的收发部去结一次账，明白吗？啊，走吧，你要搬去哪儿？我用电驴子载你一程吧。可他为什么要祝贺我呢？他祝贺你认识我卓大爷。你除了打击讽刺我以外，就是让我当面出丑，再没别的了。说实话，我还真的不太相信你的故事。你又没有一个亿万富翁的老爹，或精神病态老妈这些亲戚啊，那看你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别人凭什么花那么大的劲来算计你呢？可这是事实啊。
Cherry， 我有话对你说。Frank， 我知道，如果我要走了，也得滚蛋，什么都不是。不，我即使不做区总经理，我一样也是琅琊公关大董事，这是世袭的。我告诉你，我还是不信任你，我不喜欢你，甚至讨厌你 ，because you're too lucky. It's not about luck. 你运气太好了，但是公关关系不是靠运气的。一个星期以前，你什么都不是，根本没有资格进来我办公室跟我说话。本来你应该跟这样的人在一起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选择留下来，我会严格的压迫你，盯紧你的每一个细节和小毛病，制作一切所有的机会把你赶走。我记得你说过一句话：人不犯错就不可爱了，就是在那乔大办公室里面说的。那我现在问问你，你是做正确的选择离开呢，还是犯错误的留在这里跟我斗争？ Frank， 你说服人还真有一套。我知道，你们底下是叫我空空小姐，你现在知道了吧？仅仅会飞北京，可当不了区域总经理。来，这是你的合约，陈文字给我送回来。还有，我是认真的，我会盯紧你的每一个失误。 Frank， 我答应你，但并不是因为你刚才的那番话。那为什么呢？我想留下来，继续寻找上帝之手。僧人玄奘不远万里，来到印度这方佛国乐土，寻求让众生解脱的大智慧。 左大爷，帮忙楼上。哦，逼我做苦力，请我吃饭啊！看我干嘛？干活。看我是你保姆。 卓大爷，你把我这儿弄得乱七八糟的，你负责给我收拾干净啊！你可要想清楚啊，这是你第2次决定留下来，而且这一次是你自己决定的。怎么了？搞得我跟犯错了一样。那你以后不准再握我的手指，也不准再说害怕。哎呀，我好害怕呀！我要回来了，认输但不等于服输。Cherry， 上午有一个您必须参加的约会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恭喜你啊！谢谢。既然官复原职，那么看一下我这份报告吧。我想有个助理，作为流程部总监，我应该有个助理。喝一口吧，我泡的。这么快就学会打官腔了？一杯茶就换个助理啊？
我们的 Cherry 也不知道去了哪里，负责品牌的创意总监正好也去了法国的技术中心。姚总来了，连个招呼的人都没有。姚总你好，这位是我们集团的客户总监宋家祥。你好，我在等 Cherry。当然 ，Cherry 一会儿就到。我们先聊聊，我们是战略合作伙伴。这边的环境都不错的，他们都已经到了。左边那个是卡纳迪的常总，中间那个是莱斯利的杜总，右边那个是雷思林的张总，全部都是我们的客户，时尚界品牌大佬。每周3都会在这里进行一次同行聚会。作为琅琊公关的执行创意总监，你以后也得每次都参加。